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西班牙的数字游民签证啊。西班牙数字游民签证呢，它将在这个2023年的1月份就开放啊，等于说是马上就可以申请了。那么先说一下西班牙的这个国家吧。西班牙这个国家呢，也是作为欧盟的一员，但是呢，它的经济啊不如法国，不如德国啊，那肯定德国是顶梁柱了。那西班牙的经济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的最低工资吧，大概在1000欧元左右，全国的最低工资水平。那么很多人在网上也发现啊，西班牙的移民好像是特别的简单一些啊，比如说你有这种非盈利的签证，还有黄金居留签证啊，甚至有人在说这西班牙的话，其实你只要有水电单证明你在西班牙居住过啊，长达3年或者5年的话，你也有资格获得西班牙的这个永久居民的权利啊。那么西班牙推出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呢，它主要是为了吸引这些有海外收入的这个远程工作者嘛。那么它首先的话，你有一个要求的话，就是要80%的收入是来自海外业务的。那所以说这个钱是从海外赚回来，然后你在西班牙花，那么肯定对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有好处的。这个签证的话，规划是就是1年期的签证，然后呢，你可以续签啊，每次可以续签1年，那么一共可以续签5次。哎，你去了5次之后呢，大概反正已经待了6年了。其实那个时候的话，你也相当于可以申请到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了。那么当然的话，这个签证也是有要求的啊，因为西班牙再怎么说也是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吧，也或者说老牌的发达国家。曾经的话，西班牙殖民在南美洲的话一大片地区啊，除了巴西说葡萄牙语以外啊，基本上南美洲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其实西班牙语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它甚至被列为全世界的第3语言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小看西班牙，但是呢，西班牙由于这经济呢现在不是非常理想啊。那么你数字游民的话，你至少这个收入还是有要求的啊，它至少要在每个30天啊，每30天就是相当于1个月吧，每个月收入的话在2000欧啊，2000欧以上。那么这个收入的话，其实就是2倍的他们全国最低工资的2倍啊，其实也不是很高啊。因为按照当地来算的话，你就是最低工资2倍嘛。如果说按照上海的话，最低工资2、3千的话，其实你只要达到6000水平啊，7000人民币水平的话，你就可以拿到数字游民签证。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高一个门槛啊。那么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呢，它是在去年的时候西班牙议会批准了。因为这个一些国家的互联网速度啊、低成本啊、生活啊，所以说吸引了很多这种人啊去数字游民，然后做远程工作啊。包括疫情的影响，也推动了远程工作这种方式啊特别的流行。那么新规定的话，允许欧盟公民或者说其他前4年没有在西班牙居住的第3国公民啊，有资格获得特殊签证啊。那么签证最长延期可以达到5年。那么如何去申请这个签证呢？申请这个签证呢，具体细节还没有公布啊。最主要的细节的话，就是你每30天至少挣到2000欧元，也相当于就是他们的最低工资的2倍啊，其实不算很高。另外的话，这些申请者的话，基本上都是欧盟经济区以外的啊。那欧盟的话，成员的话，他是不需要申请这个签证的，他本身就可以流动的工作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必须要有证据证明他们已经远程工作了至少1年，并有就业合同，或者说受雇于西班牙以外的一些公司集团组织啊。那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要证明你的工作性质是远程工作并且呢你之前呢有1年的经历。那么我觉得这个 YouTube 的话这个作为视频内容创作者的话，其实适合这个签证的话，那完完全全是非常好证明的。因为打开这个内容创作后台，都可以证明，包括国内的一些做视频的那都是很方便的，可以证明自己的这个远程工作啊。因为本身的话，你做这个视频内容创作的话，并不局限于你需要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关于税收的话，西班牙签证法的话，它有规定啊，如果说你1年收入低于
6万的话，那么而且你是非居民的话，那你将获得有资格享受15%的非居民所得税减免。因为你本身的80%收入都是来自于西班牙海外地区的嘛，所以说你这个税收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而且的话应该还有税收减免的话，你这个税收的话应该不会很多，肯定应该是很少的税收。毕竟很多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嘛，而且呢这个签证呢你可以续签续签5年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永久。由于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推出，但是呢，我现在推荐大家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这个网址，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专门做西班牙的签证的。那么我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做一个信用背书，或者说推荐大家去找他办只是说它里面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西班牙签证说实话容易度还是很容易的，因为网上也有很多人他自己通过自己申请的方式也完成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那你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办。如果说你没有能力的话你找这家也是可以的。那当然的话跟我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那么我先把这个网站呢翻译一下，让大家看得更明白一些。这家呢说实话其实也是比较有名的专门做一个签证的然后呢你看西班牙签证的话有很多类型比如说西班牙黄金签证如果说你有钱的话那你就西班牙黄金签证那么普通的签证的话就是西班牙签证嘛学生签也有是吧还有的话企业家签证，还有的话你可以在西班牙做一个个体工商户这是也是可以的在西班牙买房子也是可以的主要它是做一些专门做西班牙业务的其他没有什么业务所以说它比较专业做西班牙我更倾向于做这样的服务，找他们这种办理如果说一家公司告诉你他既能办美国又能办澳大利亚又能办西班牙，那我觉得这种你还不如选这种专业一点的那么这边的话它这边有个介绍比如说西班牙最受欢迎的签证非盈利居留就是你在西班牙不工作只是生活这个我觉得在网上应该有很多人他办过西班牙黄金签证的话，那这个的话这门槛就比较高了那么企业家签证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个呢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毕竟创业10个9个死的所以说创业很难办签证估计不难那西班牙退休人员签证这个的话你首先的话你退休工资那你这个在西班牙退休的话完完全全可以那么西班牙其实还有一些签证比如说长期签证的话，比如说那个青年流动签证这个我估计就是一个 WHV 的模式就是一个度假打工我们众所周知的话就是新西兰跟澳洲的度假打工签证好像比较有名一点那么我们往这里看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个的话有点类似于这个数字游民签证，但是呢它跟数字游民签证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数字游民签证的话它本身的话你既可以是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做自媒体的，然后那么相当于是自己雇佣自己对吧，那么也有可能你是远程工作者，比如说你受雇于微软IBM 这种公司，那么你可以远程工作，那其实说实话你的收入的话就是你公司给你发的工资嘛对吧。所以说呢数字游民签证呢跟这个自雇签证还有点区别我这边打开了一个自雇签证那么如果说数字游民签证的话在本月推出的话他这边估计这个网页会更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好不容易创业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有民事责任法律法规等东西不容易创业你需要熟悉法律以避免落入不法分子之手他这句话说的非常诚恳那么自雇签证其实加拿大也有那么自由职业者签证那个这个跟数字游民还是有点区别如果说你对这个自雇签证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做一个自媒体的大 V 或者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你这个完完全全可以申请这个自雇签证这个也是没问题的。那你这边要求其实也不是很多而且呢很多东西呢都可以在本国办理，不需要人到加拿大因为本国的话像北京的话肯定是有西班牙的大使馆嘛。你看他这边收集好所有的文件那做好西班牙语的公证那么预定好时间访问大使馆，带好所有文件然后呢签证申请表签证他这个网页的话就是列的比较详细如何开始成为一个自雇人士那么首先的话你还要得获得一个西班牙的国家税号国家保险号，类似于美国的 SSN 那么税务登记
社会保障缴款啊，就是社保嘛然后开立银行账户包括许可证你看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嘛那么它下面的话其实也说了这些优点跟缺点缺点的话就是昂贵的社会保障缴款它的社保应该是价格应该比较高的那么优点的话就是很快速很容易的开始只需要每月缴纳社会保证金说白了其实这个自雇签证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么自营职业者就是自雇企业的话，自雇人士的话就是一种的话就是个体经营一种职业的企业家，对吧？虽然说这边没有关于数字游民签证的一些列表问题详细介绍也没有但是的话，到时候推出的时候这边肯定会有显示大家可以也参考一下。反正呢，据我观察的话，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慢慢的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抓住这个远程工作者的这个确确实实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大家应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西班牙的数字游民签证，我觉得这个签证的话应该是还算不错的。